大战一触即发，这种火力绝对是鬼巢的噩梦。但他并没有因此得意，他在等鬼巢的下一步动作，尤其是在光环覆盖之后，鬼巢的整体强度都会产生质变。他知道这只是鬼族的试探，防线前方所有鬼物死后的鬼石、异宝、蓝图等都会被一道微弱的白光所包裹，悬浮在空中，以极快的速度朝方向后方激射而去，并落入一座仓库中。而在防线后方，27座造型宛如雕塑的建筑正散发着微弱白光。建筑名称：腐蚀雕塑。建筑品级：蓝色。建筑等级：10级。建筑效果：可自动吸收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鬼物掉落的鬼石异宝等，但需鬼物死亡是营地内城防建筑所杀。满级效果：腐蚀即逝。该建筑可外置仓库，自动收纳。天道赐福效果：都是我的。拾取过程无法被中断阻拦。陈凡望向防线后方的那27座腐蚀雕塑。这7日，永夜大陆的大量资源汇聚到西荒岛，往日各个建筑都参悟不透的压箱底建筑蓝图，再临大难全送到梵域。所有人的希望都是陈凡内举，永夜大陆唯一天道建筑师，江北梵域护众生。他这些日子一部分时间都在快速查看挨个异宝的蓝图，能用得到的快速投入前线。比如这座腐蚀雕塑便是其中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青龙炮。建筑名称：青龙炮。建筑品级：蓝色。建筑等级：10级。建筑效果：城防建筑。满级效果：青龙现世，4大神炮之一，同时打造出4门神炮，可融合为天道炮。天道赐福效果：青龙领域。被青龙炮所命中的敌人都将感受到极具痛楚。他试过了，被青龙炮命中的敌人，哪怕当场未死，也会使一切疗伤效果失效。他已派人前往新大陆，他要试一试青龙炮的绝对死亡能否杀死雷雨海域里那群长生不死的鬼物。还差一个朱雀炮，只需找到这门朱雀炮，便可获得天道炮。天道炮绝对是他最大助力之一。少爷！就在这时，一旁的瘸猴带着几人，搬着2个大箱子，快速走上城墙，里面铺满了一张张图纸。陈凡轻点了下头，挨个拿起蓝图开始查看。他宛如一个人形机器般，开始快速翻阅着手里的一张张蓝图。他这些日子看见的蓝图，最高品级的也仅仅只是蓝色、白色、绿色、黄色、蓝色。蓝色就到顶了，但天道炮是紫色品级的建筑，他需要一门紫色品级的建筑来镇场面。此时他最想要看见的建筑蓝图就是朱雀炮，但一张一张又一张，依旧迟迟未见朱雀炮蓝图。很快，几大箱子蓝图都被鉴定完毕，还是没有发现朱雀炮的蓝图。难道朱雀炮的建筑蓝图不在永夜大陆？陈凡站在城墙边缘上，望向防线外无数迎着炮火发起死亡冲锋的鬼巢，呢喃着。天渐渐亮了，永夜已经退去，在黄泉口区域，鬼巢依旧在发起冲锋。黄泉口区域已彻底沦陷，鬼物可在白日下正常活动，只是数量已经少了不少。那批数量可怖的鬼巢近乎全部死完了。半个时辰后，鬼巢空了，只有零零散散的鬼物向防线发起冲锋。来自鬼族的第一次冲锋无疾而终，草草收尾。陈凡眼中夹杂着疲惫，站在城墙上，望向防线外的遍地血水。他大概猜到是什么情况了。鬼皇95说困住的那个大人物，应该就是本次鬼巢的指挥官了。在缺少指挥官的指挥和光环，鬼巢一触即溃。95死前也算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可惜他低声轻叹了一口气。擒贼先擒王，他不知道鬼族想不想杀死他，但他很想杀死那个所谓皇族的头。这样虽然不至于让皇族溃败，但足以让皇族因内部争权给他足够的发育时间。为此，他今夜专门光明正大地站在城墙上，也是抱着一丝能不能引来躲在后方的那个头出来对话的可能。随着鬼巢第一波进攻，他们顶住了，防线上响起了欢呼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群眼里少了许多恐惧，甚至多了一丝向往，开始幻想已经发起反攻，重新收复永夜大陆。不过陈凡眼里没有太多喜悦，只是紧了紧身上的衣物，蜷缩进一旁的藏兵洞里，准备先睡一会儿。与此同时，永夜大陆一道已经沦陷废弃的防线，一个手持权杖戴着王冠的鬼物从高大鬼皇肩膀上跳下来，踩在废墟上，望向四周，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这将是我们皇族所征服的第3座大陆。他已经收到消息，对西荒岛发起的第一次进攻无疾而终，指挥官在开战前就被梵域通天柱所头轰死，导致从一开始这场进攻就注定失败。废物早点死也好。这只身材瘦小的鬼物对此并没有太多波澜，本来也只是派出去试探的，真正的大军还在集结。不过在此之前，随我前去黄泉口区域。他望向四周笑了起来，他对那个新大陆很感兴趣。如果可以得到新大陆的具体坐标，那皇族就可以征服4座大陆。最主要的是，那座大陆肯定在雷雨海域外面。他对梵域是如何穿过雷雨海域这件事情很好奇。半黄昏，陈凡醒来，刚睁开眼，便看见旁边新的3箱子建筑蓝图。他快速挨个查看建筑蓝图，并快速分类。就在这时，地面隐隐震动，梵域黄泉口1号防线上顿时响起阵阵警报声。鬼巢来了，来了！陈凡停下手中动作，起身抬头望去，鬼巢袭来，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像散步一般缓慢逼近。为首的数百头身材巨大、足足数十米高的鬼皇，极具威慑感的大踏步朝防线走来。比起昨夜毫无秩序的冲锋，今天这批鬼巢明显有准备多了。但紧接着，这批鬼巢突然齐齐停在距离防线数千米远的地方。鬼巢中传来一道慵懒声音：“喂！”对面的下等生物把陈凡喊来，本座是皇族的王知天，和他聊聊。话音落下，站在防线上的陈凡心脏突然开始剧烈跳动。来了，真来了！对方真的亲临前线了。这个底牌只能使用1次，只要他真的来了，我有信心让他死在这里。少爷，你别冒头，他没见过你，我假装是你和他对话。
不用。陈凡将翡翠手杖还有那个琉璃小人全都揣在怀里，起身站在城墙上，高举繁玉旗帜，望向数千米远的鬼巢，深吸一口气，声音洪亮响彻天地间。江北繁玉陈凡在此，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知天小儿何在？东躲潜藏，宛如鼠辈。鬼巢中传来一道轻笑声，紧接着，只见矗立在鬼巢最前方的数百只鬼皇开始快速奔跑，形成两列，并单膝跪地，低下头颅。而身后无穷鬼巢也纷纷单膝跪地。一个身材矮的鬼物从鬼巢中走出，很快，知天走至最前端，遥望向站在防线上的陈凡，眼里闪过一丝笑意。本座便是皇族的王知天。昨夜你所遭遇的鬼巢仅仅只是先锋军罢了，如今你所看见的这批鬼巢也仅仅是皇族大军的一部分，更多大军还在集结，沦陷西荒岛只是分分钟的事情。3座石基防线很不错，可惜只是以卵击石，但本座愿意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们撤离新大陆，弃守西荒岛，皇族只占永业大陆，可你们互不干涉。他此趟来的目的很简单，假装弹劾来套取新大陆的信息。只是他不知道的是，站在防线上的陈凡紧张到身体都在发颤，他甚至都没太听清对方在说什么，他只想确定一个事情，对方究竟是不是皇族的王。机会只有一次，只要成功便是斩首。他意念一动，在3道石基防线后方，一道只有10几米长的城墙开始快速移动，在和一道石基防线贴合后，宛如蛇头般带着这道防线开始缓缓移动。他尽可能的降低城墙移动速度，让噪音降至最低，声音因过于激动有些隐隐发颤。如果皇族愿意给我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那最好，但我怎么确定你是皇族的王？怎么确定你说的话有没有用？呵呵。站在鬼巢前方的矮小鬼物眼里闪过一丝愠怒，他察觉到对方在拖延时间，这让他有些隐隐愤怒。他偏头望向远方，没有通天柱袭来的迹象。他不知道梵域通天柱储备数量，但对方如果认为通天柱就能杀死他的话，就把他想得太简单了。算了，他突然笑了起来。胜利者在面对失败者时应该要保持风度。看来你不是很有诚意，那我换个说法，如果你此时打开防线，让我们登陆西荒岛，并将穿过雷雨海域前往新大陆的方式告诉我们，皇族愿意留你们性命，但倘若是皇族打进去，西荒岛鸡犬不留。看来已经差不多可以确定了。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着远处的那大批鬼巢，呢喃着，掌心因紧张满是汗水。他也不知道行不行，但至少得试一试，就像他的那批架防线也没派上用场一样。他不是每个决定都能扭转乾坤，但至少得试一试，说不定就成了。下一刻，陈凡深吸了一口气，面色涨至通红，身子紧绷，用尽全身力气挥舞着手里的梵玉旗帜，怒吼道：“风起，风起，风起！”刹那间，伴随着陈凡声音落下，一道炽热光柱突然从黄泉口区域边缘地带冲天而起，紧接着2道、3道、4道。越来越多的炽热光柱从黄泉口区域边缘地带接二连三的不断冲天而去，无数根炽热光柱将黄泉口区域彻底笼罩进去。紧接着，无数纹路快速浮现在黄泉口区域地面上，并被瞬间点亮。下一刻，位于黄泉口区域荒原上的鬼物刹那间齐齐消失在原地，无数道白色光芒随之浮现，那是传送阵启动的迹象。整个黄泉口区域地面上竟然铺设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传送阵。此时，传送阵开启强制传送，而传送地点是梵域黄泉口区域。3道10级防线此时已经围绕成一个圆圈，而在防线高空的云层之上，比空轨要更高的地方铺设着大量铜管。此时，一根根铜管被不断点亮，这些铜管组成了一座传送阵。这座传送阵便是落点。当这座距离地面数千米高的传送阵被点亮后，无数鬼物如下饺子一般从空中的传送阵浮现出来，直直坠入地面。然而，3道10级防线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圈。当防线头尾相连时，全面净空。从传送阵落下来的鬼物瞬间将在原地无法动弹，只能被传送阵里传出来越来越多的鬼物强行朝下方挤压而去。一眼望去，在黄泉口上空，一个圆柱体的肉柱凭空浮现在高空中，无数只鬼物形成了那根巨粗无比的肉柱，并且这根肉柱还在不断增长延伸。这是阵阁的新作，强制传送。这7日，大量后勤阁成员奔波在黄泉口区域，在无数人加入帮忙，在鬼皇95主动腾空地方后，一座惊天动地的传送阵铺设在整个黄泉口区域，如何让人无法发现？一枚近在咫尺的树叶，够近或者够大，它的传送阵够大。陈凡笑了起来，笑得很痛快，笑得近乎撕心裂肺。记住了，这里是江北繁域，老子的地盘。什么狗屁皇族的王，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跪着见我！下一刻，长达81公里，已经围成一个巨大圆圈的梵域防线，伴随着铜管快速传递着鬼火，一座座式神炮被快速点亮，开始扬起炮管，一座座防空炮开始被点亮。下一刻，地动山摇，81000座式神炮开始疯狂倾泻火力，那一枚枚猩红炮弹如不要钱般轰向天空，其中夹杂着大量防空炮的翡翠光柱，近万根翡翠光柱从头尾相连防线的各个角落直冲苍穹，汇聚一点，仿佛要将苍穹割碎般，无数血雨洒向地面。陈凡有些癫狂的笑声在防线上响起。这些日子里，巨大的压力让他根本睡不着，他做了很多布置，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没人告诉他正确答案，他只能自己去摸索。所有人都期待着能得到梵域庇护，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他已经很久没有笑过。天意，你们看到了吗？但此时他终于可以痛快大笑一场了。来呀，来呀！大量血液夹杂着绿色粘液和鬼物碎片洒落下来，防线上所有人都呆呆地抬头望向这一幕，这可能是他们这一生所见过最震撼的画面，那足以破开一道防线的鬼皇。
此时宛如猪狗般被屠戮。而在高空，那个手持权杖、身材矮小的鬼物，此时身上一件件物品正不断碎裂，王冠、权杖、手镯、吊坠，每个物件碎裂都代表着他已经死过一次，为他挡住一劫而碎裂。该死，该死！此时他眼里再无对未来的憧憬，再无对迎接胜利的喜悦，眼里满是恐惧和慌乱，双手发颤的从怀里掏出问天铃，嘴角发颤的急促道：“快快，我愿付出所有代价，换我活下去，有没有办法？告诉我，快告诉我！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一道冰冷且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老子去你妈的天机！”气急败坏的他将手里的问天铃重重抛出去，望向下方惨状，眼里闪过一丝绝望。他的注意力全在通天柱上，他根本没想过会有强制传送阵。正常来讲，传送阵都不是1级大陆该有的，而能打造出强制传送阵，那是连2级大陆都很难做到的。他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想。血雨依旧在继续，但永夜大陆上，大量正赶去黄泉口区域的鬼潮突然停在原地，感应到王乙陨落的一个个大将眼睛微微眯起。王乙死，不用快速集结，也不用先拿下西荒岛了，他们需要先选一个新王，而这个新王，他们都挺想当。玄武平原，阴云覆地，无穷鬼潮正在狂奔，直指黄泉口区域。但下一刻，当最前方一只站在鬼皇肩膀的鬼物举手示停后，偌大鬼潮整齐一致的齐齐停下，宛如被按下暂停的电影般，几乎没有任何碰撞。王最前方站在鬼皇肩膀的那只鬼物眼睛眯起，望向西荒岛方向。他感应到王死了，王怎么会突然死在西荒岛？大意了，他低头望向手臂，手腕处一道红线正渐渐浮现，这是他们皇族天道在召唤。先王已死，并无继承人，也无遗嘱，需选出一个新王，由新王带领皇族继续发展壮大。原地待命。他声音沙哑地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后，紧接着数十个鬼物开始在地面上铺设传送阵。当传送阵铺设完毕的那一刻，他上前一步消失在原地。等眼前视线再次恢复后，已出现在原始大陆。整片大陆被无尽漆黑所笼罩，但不影响他视线。此时大殿内已经有数十位大将先他一步来此，所有鬼默不作声，无一人开口，静静等待所有鬼的到齐。皇族的所有高层鬼物身子基本都不高，约莫到正常人类大腿高一点的位置，平日出行都会踩着一只高大鬼皇肩膀。很快鬼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是一个胡须泛白的老鬼，此时正站在大殿王座身旁，沙哑道：“皇族的王死了，死在樊玉的陷阱中。樊玉在黄泉口区域铺设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王没有察觉，中了埋伏，意外陨落。我们需要选出一个新王，继续带领皇族前进。皇族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先王担任，并无选取新王经验。今日主要商讨的是从哪些方向来选拔新王。”武力坐在大殿左侧椅子上的一头鬼物面色冰冷道：“本座乃鬼尊，王之所以陨落，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实力不够。倘若他有鬼尊修为，何至于此？你这么厉害，之前怎么不反？”对面椅子上的一头鬼物讥讽道。一开始说话的那头鬼物冷哼了一声，没有再讲话。紧接着，我认为是冷静。倘若先王足够冷静，也不会踏足陷阱，那应该是聪明。我们的王应该足够聪明，不对吧？就在这时，鬼群中传出一道声音，难道不应该是黑暗亲和度吗？不然鬼潮从何而来？话音落下，大殿突然陷入一片安静，但很快便统一了意见。没错，第一个选拔标准应该是黑暗亲和度。好，站在王座旁的老鬼缓缓道：“那就请大家移步黑渊，测试各自的黑暗亲和度。”下一刻，老鬼起身朝大殿走去，很快便来到原始大陆的一道裂隙上。老鬼帅跳了下去，身后一个个鬼物紧跟其后。紧接着，那些加入皇族的鬼族鬼皇彼此对视了一眼，也跳了进去，不断坠落。不知坠落了多久，坠落速度突然渐渐慢了起来。当眼前渐渐清晰后，众人出现在了一片海域上。此地便是黑渊。老鬼缓缓开口介绍道：“在此之前，踏足此地的鬼并不多，此地乃皇族机密。如今黑渊内黑暗存量还有4成，诸位可自己上前尝试，只需靠近黑渊，你们脑海里便可接收到对应消息。”然而片刻后，在连着3个候选鬼皇上前测试后，却没有一个能达到上一任王的亲和度。老鬼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清楚谁黑暗亲和度最高。这里没有任何一只鬼对黑暗的亲和度能比王更高，只是他不经意地望向这几十个大将中间，一个漫不经心的鬼物，那是他孩子。鬼物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所以当他有了自己孩子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王，而是先偷偷摸摸将孩子带到黑渊测试了下黑暗亲和度，得到的答案是比王更高。兴奋和惶恐2种情绪并存，因为一旦发现对黑暗的亲和度比王更高，会被立刻处死，所以他隐瞒了自己孩子的存在，并将自己孩子丢在鬼巢中，从小兵做起，暗中给予帮助。而如今不到100年时间，他的孩子便已成为鬼皇。他知道是时候了，终于轮到他孩子上前测试黑暗亲和度。那只明显比其他鬼高了1圈，约莫成年男人那么高的鬼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我打造一只伪人鬼，只需0.4黑暗亲和度，好像比先王还要更低。恭贺新王诞生！当其他鬼物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那只一开始主持会议的老鬼已经眼眶泛红的嘶吼道：“魁夷大将，即是鬼皇，黑暗亲和度比先王还要更高，武力和黑暗亲和度都很不错，当之无愧的新王人选。其他人可有异议？”话音落下，一众鬼物面色复杂的沉默下来。急什么？一开始在大殿内开口的鬼尊有些面色微微不善道：“这不还有几个没测完吗？
就开始宣布结果了。而且黑暗亲和度不是仅仅只是选拔条件之一吗？老鬼低下头整理了情绪，他知道自己流露出的情绪有点多了，尽可能让自己回到平日的状态，继续沉声道：“也是。”紧接着，剩余几个还没测试的大将纷纷上前，但黑暗亲和度都不如亏一。黑渊旁边站在原地看热闹的那天，有些面色复杂的望向不远处那漆黑的海面。此时他第一次认识到正规军和业余的区别。他们鬼族的主要鬼潮来源是大海深处形成的鬼潮，按照老鬼的说法，那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而皇族是可以自己批量生成鬼物的。对比一目了然。就在这时，站在不远处的皇族鬼物望向他们，示意他们这批投降的鬼族鬼物也上前测试一下。他们自然知道，哪怕他们测试出来的黑暗亲和度再高，也不可能成为皇族的王。很快，所有人都测试完毕，但大部分人面色都没有太多波澜，不知酝酿着什么。诸位随我回原始大陆，继续下一项选拔。老鬼开始继续主持，传送阵渐渐启动。就在所有人消失的一瞬间，原本已经归位平静的漆黑海面突然开始继续翻涌，冒出阵阵黑气，并开始快速凝聚。这次凝聚出来的不是伟人鬼，而是一只体型几十米高的巨大鬼皇。这只站在海面上的鬼皇望向自己的双手，呢喃着：“老天爷都不收我啊！老子95命也太硬了吧！”他确定他死过一次，但不知道过去多久。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片极致漆黑中，并且脑海里收到许多信息。然而，不等他消化这些信息，便感觉到一大堆鬼来了。通过这些鬼的聊天，他知道皇族的王被樊玉弄死了，他们正在通过黑暗亲和度的方式选取新王。只是他生成一只伟人鬼只需0.1黑暗亲和度，比在场所有鬼物都低。还有一个黑暗圣体，他不知道，但他看懂了那个信息中的死亡权柄。他用这个权柄复活了自己。紧接着，伴随着海面上黑气快速凝聚，一个个鬼物浮现出来。大王，一个渐渐凝聚起来的老鬼有些恍惚地望向四周，竟然还真有阴曹地府。有个屁！95眼眶泛红的咧嘴笑了起来，将老鬼拎起放在掌心，又望向一旁渐渐凝聚起来的鬼物。鬼1、鬼2，还有3哈，大家都回来了。现在不是叙旧时刻，此地危险，先快点跑路。下一刻，大批量鬼物快速凝聚，而花爹钱不心疼，他不知道什么叫黑渊黑暗存量只有40%，反正不是他的。他能通过黑暗圣体来吸收黑渊中的黑气，来转化成自己的鬼潮大军。一炷香的功夫，黑渊彻底空了，而换来的是近乎看不见边际的鬼潮大军。跑路了！95扫了眼周围，选好一个方向，大手一挥，有些意气风发的高吼道：“兄弟们，随我前往东方，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座小岛，然后正式退休了。这次不会再死了。”他不是傻子，那黑暗圣体4个字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只要自己踏上征战之路，肯定会闯出一片天地。但那又如何呢？就算占领的地盘再大又如何呢？他现在什么都不想管，一门心思打定主意要退休。庞大鬼潮开始在海面上狂奔，从太阳挂在空中跑到落日。此地很神奇，哪怕在白天，鬼物也可正常生存。越跑越远，鬼皇95一马当先的跑在最前面。他跑了7天7夜，直至海面已经渐渐不再是流体，跑不动了，就开始游，不嫌累。他从未感觉自己如此畅快过。这里根本不在永业大陆附近的海域，至于在哪，他也不知道。但管他的，鬼皇95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看见了远处有一座荒岛，无人荒岛，浩浩荡荡的鬼潮登陆。鬼皇95站在荒岛高山最顶端，有些意气风发的在一众老部下的簇拥中宣布：“诸位，从此以后大家都退休了，今日起正式建立种族为养老一族。现在大家可以开始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在遥远海面上，一具大型虚幻玄武此时正面色漠然的在海面上狂奔，方向正是95所在的这座小岛。虽远必诛，使命必达，此乃玄武，只要被锁定，哪怕死而复活，也会再次锁定。而在江北繁域，陈凡此时正满脸笑意地站在防线上，距离坑杀皇族的王已经过去7日了。这7日内，鬼潮没有再一次发起攻击，给了他们很长一段消化资源的时间。最显著的成果便是将这些日子收集来的建筑蓝图全都鉴定完毕。在今天，也就是第7天，他找到了朱雀炮的建筑蓝图。是的，齐了。天道炮齐了。而现在到了4合1的时候了。陈凡深吸了一口气，望向安置在身旁的4门蓝色品级的神炮，在灵魂深处的建筑面板上点下融合选项。下一刻，青龙入九霄，玄武震天地，白虎吼山涧，朱雀鸣八方。这4座炮塔仿佛活过来一般，开始快速融化，并渐渐凝聚成一座极其夸张的重炮。建筑名称：天道炮。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10级。建筑效果：城防建筑。满级效果：万物刍狗。天地同寿。陈凡眼睛微微眯起，望向面前这则面板。老实讲，他确实没看出来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建筑无需升级，打造出来就是10级。倒是这个满级效果的名字听起来有点狂，万物刍狗，试试效果。他当即转身走到防线下，前往传送阵，准备前往江北沙漠。那里是一片很好的试爆区。江北沙漠，陈凡站在非洲上，望向下方那座临时搭建起来的数十米城墙和安置在城墙上的一座天道炮。下一刻，当铜管被点亮，下方那座安置在城墙上的天道炮身上的纹路被点亮后，他知晓了共有2种攻击方式，一种为点，一种为面。先试试面的。天道炮被点亮，天地上空不知为何快速凝聚出一片片阴云。紧接着，只见天道炮的炮管发射出一枚不起眼的炮弹，轰入阴云中。停顿约数息后，一道雷声陡然响起，刹那间，近乎无穷无尽的雷电从阴云中以一种极其密集的狂暴姿态，对江北沙漠开始狂轰乱炸。整个天地间再无日月之光，入眼所见，只有那形成暴雨般的雷电狂轰，范围之广，几乎覆盖了沙漠1/3。站在非洲上的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有些微微发愣，他有些看不清了。
了，无数雷电几乎擦着非洲落下。此时他眼里只有那漫天雷电，天道炮是他的，自然不会轰他。如暴雨般的雷电约莫持续了1炷香的时间，这才陡然消散，阴云散去。再次望向下方沙漠，已经多出大片晶体状的颗粒，这是面的攻击方式，适合用于对付大批鬼潮时。紧接着，他准备试试另一种点的攻击方式。然而，当他想要平角发射时，面板上的天道炮建筑不断闪红，而手动发射按钮也呈灰色，显示不可发射。而在右下角还有一行灰色的小字：是否强制发射？只有当他仰角时发射，面板才不会闪红。奇怪，非洲上的陈凡眉头微微紧皱，望向下方坐落在沙漠里那道天道炮，这是什么情况？他明明记得在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的时候，当时就算炮管平地也不会面板闪红，为何在这里会闪红？难道是威力太大，会影响繁育？此地坐落于江北，沙漠外面确实有不少繁育建筑。回防线虽然可以强制发射，但面板都闪红了，他也没有必要硬活面板做的。数息后，陈凡又回到了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他望向安置在防线上的那门天道炮，炮口放平，瞄准黄泉口区域。昔日957息之地，这回面板没闪红了，可以正常发射，只是弹出3个选项：一、天炮，需消耗100万枚鬼石；二、道炮，需消耗1000万枚鬼石；三、万物刍狗，天地同寿，需消耗1亿枚鬼石。陈凡轻挑，这天道炮的用法还挺多，仅仅是一个点的用法，竟然有3个选项。最贵的天道炮一发需要消耗他1亿枚鬼石，开玩笑呢？他打造一门天道炮也才1000万枚鬼石，先试试100万枚的。下一刻，炮管平地，数道白光突兀浮现在炮管前方，形成了一个天字。紧接着，一道急粗无比的炽热光柱猛地从炮口中喷涌而出，轰向黄泉口区域。这道炽热光柱足足有100米那么粗，所过之处的鬼物几乎被瞬间气化。他能从这道光柱中感受到极其恐怖的气势，鬼皇肯定是挡不住，必死无疑。紧接着，试试1000万枚鬼石一发的道炮。陈凡有些蠢蠢欲动地望向天道炮，100万一发的都这么强了，那1000万一发的？但微微咬牙，索性直接打算试试1亿枚一发的。虽然有些浪费，但他至少得知道威力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天道炮。在他点下确定发射后，天道炮并没有第一时间被启动，而是弹出来一个类似于核弹的标志，并且不断闪红，威力巨大。请谨慎确认是否启动。确认，不提示还好，一提示更想启动了。下一刻，天道炮开始蓄能，而炮管前方也渐渐凝视出数道白光组成的8个字：万物刍狗，天地同寿。数息后，炮管被点亮，站在天道炮身旁的陈凡视角突然被无限拉高，他感觉自己像是灵魂被抽出般，悬浮在9天之上，俯瞰着整个永夜大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观的去看永夜大陆，他第一时间便找到了西荒岛的位置。从这个高度望去，极其显眼。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为何会处于这种状态时，他看见一道炽热白光突兀浮现在西荒岛的位置，那是一道光柱，而这道光柱正以极快的速度深入永夜大陆腹地。这道炽热光柱一路轰向永夜大陆东部最东方的位置，这道炽热光柱正在横跨整个永夜大陆，沿途所有鬼物瞬间灰烬。数息后，光柱到头了，持续10数息后缓缓消逝，而陈凡的视角也快速回归正常。陈凡沉默了，身旁的瘸猴齐越沉默了，防线上的人所有人都沉默了，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地望向防线前方那一条绝对笔直、绝对平滑、宽度约为20公里的虚无带。这条虚无带自防线延伸，无视一切地形阻碍，贯穿山脉，截断山河，撕碎云层，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快速延伸至大陆彼端。理论上来讲，如果鬼石足够多，能够在永夜大陆每隔20公里打造一门天道炮，然后7发射，均选择1亿枚鬼石的万物刍狗，天地同寿，只需刹那间，整个大陆上的鬼物便会被悉数清空。当然，代价就是永夜大陆会变得比较平坦。陈凡呆呆地望着这一切，直至怀里的传音符不断传来药王谷谷主的声音，这才回过神来。狱主，那位我们救活了。好，我这过去。他深吸了一口气，大步朝身后传送阵走去。他隐隐想到了一个能收服永夜大陆的办法，只要将所有鬼物聚在一条线上，他几发天道炮下去就全清空了。但要如何让这些鬼族聚在一起呢？他一边走着，一边摇了摇手里的问天铃，有办法让鬼族都聚在一条线上吗？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陈凡撇了撇嘴，重新将手里这个铃铛塞进怀里。这是7天前那场大战结束后缴获的异宝之一。对于这个异宝，他的评价是很好用，虽然很多问题都是无可奉告，但也很好用。樊玉，西阳城，一个中年男人正在药田内疗伤，如往日的天一般。此时正面带笑意地望向不远处打闹的魏魏和魏魏父母。魏魏，那陈凡当时怎么给你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你就没反驳一下的吗？吼！魏魏低吼着，口吐人言，这个事儿是老大教我的，我也教不了你。而且你一头鳄鱼老想着开口讲话干什么？这不好。就在这时，陈凡带着瘸猴走来，望向趴在地面上互相撕咬翻滚的3条鳄鱼，身上的疲惫也随之泄气不少，轻笑着。魏魏的父母被救活了，虽然伤势还没完全修复，但死不了。江南河家那批研究了几辈子的异兽的人，真有一点东西。魏魏此时正在跟父母道别，见陈凡走来，有些开心的爬到陈凡脚边翻了滚后，才一溜烟的朝西阳城外跑去。魏魏这几日很
很忙的，只有时不时来看看父母的情况，大部分时间都在收服那群异兽。是的，永夜大陆大逃亡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那些平日躲在各个角落的异兽，也在随着人群逃往西荒岛。去吧，魏魏。陈凡目送魏魏离去后，才拄着翡翠手杖走至已经痊愈的中年男人面前。怎么称呼？先生，就叫我那位吧。那先生身体状况如何？还行，有点无力。我们去走走。江北防线上，陈凡和中年男人并肩走在防线上，从死亡线上挣扎着逃回来一遭的中年男人，此时单手背负在身后，望向荒原上来回奔波的人类，有些恍惚道：“我的身份你已知晓，你有什么想要问的，都问吧。”永夜大陆遭此大劫，生灵涂炭，满地疮痍，有你樊玉是永夜大陆一幸。陈凡面无表情地走在江北防线上，时不时伸手触摸着石墙上传来的冰冷温度。身旁的这位竟然是新大陆的天道，在新大陆被沦陷前自曝己身，和鬼巢同归于尽，变成了如今这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一种状态。不是天道，但也不是人类。永夜大陆是一级大陆。是。中年男人缓缓点头。整个天地有多大我并不知晓，但我可以确定，永夜大陆只是偏偶一角。当永夜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建筑的等级上限会得到提升，也会解锁一些限制，会有更多品级更高的建筑蓝图诞生，比如樊玉的通天柱。正常来讲，应该是2级大陆才会解锁的建筑，也不知樊玉是怎么有的。说到这里，中年男人有些古怪的偏头望向陈凡。以及我刚才感应到了永夜大陆的变故，那是天道炮留下的痕迹，这个也是2级大陆才有的建筑，你都没得到授权，哪来的授权吗？陈凡默默地思索着，没什么授权，面板上有融合2字，他点了，然后就融合了，没感觉到有什么限制。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了，其他人又没有面板，当然是点不了融合。现在看来，面板更像是一个随身天道，还是一个权限全开的天道。侥幸所得，他跳过这个问题，继续询问到天道的主要作用和职责是什么。好问题。中年男人长吐了一口气，天道本身没有情感，也没有意识，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方天地有一个总天道，当一块大陆满足晋升至2级大陆的所有条件，这块大陆的天道便会将这个消息上报给总天道，然后总天道就会降下天道赐福，将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陈凡久久没有回话，只是和中年男人并肩走在江北防线上。片刻后，继续询问：“那先生，永夜大陆想要晋升至2级大陆的条件是什么？”中年男人并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而是深深看了陈凡一眼后才继续道：“1级大陆升至2级大陆的条件并不简单，需要有一个完成大一统的势力，且该势力拥有20个满级建筑，并确保鬼火被升至10级，完成君临天下任务，完成以上条件，便可晋升至2级大陆。”不对，陈凡眉头微微皱起。那先生，樊玉抵达了新大陆，并完成了这些条件了，但新大陆并未晋升至2级大陆。是啊，中年男人有些悠悠道，那座大陆曾经有名字的，不叫新大陆，叫天启大陆。正常来讲，天启大陆确实应该晋升至2级大陆，但你是不是忘记我刚才说的了？帮助一座大陆晋升的是总天道，需要天道先将这个事情汇报上去，天启大陆才能晋升至2级大陆，都没人帮你汇报上去，怎么可能晋级至2级大陆？天启大陆是没天道的，曾经的天道现在正站在你面前，有的种族和大陆自身天道因各式原因陨落，这些种族大陆就沦为无根种族大陆，他们的所作所为没人向上汇报，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失去天道的种族会极其疯狂的要占领大陆，因为他们只有占领了大陆，才能重新诞生出属于他们种族的天道，才会重新被这方天地所容纳。陈凡点了点头，他基本上听明白了，那鬼族也是如此。不，中年男人严肃肃穆地摇头了摇头，你所看见的皇族，他们是职业种族，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定基本的认知，虽然大概率是没资格加入战争泥潭中的弱小种族，但在面对一些1级大陆时，还是可以做到碾压。他们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攻占一座大陆后会得到什么，他们的目标就是四处征战，四处掠夺黑渊。而鬼族不一样，鬼族是在原始大陆被黑暗彻底入侵后自然诞生的鬼物，从生命层级来讲，诞生在原始大陆的鬼物要比那群诞生于黑暗雾气的鬼物，也就是皇族，生命层级更高，当然不代表着实力更强。鬼族几乎对这个世界没什么了解，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原始大陆快碎裂了，得赶紧攻占一座大陆。对于种族、大陆、黑渊、战争泥潭这些基本都不知道，甚至鬼族对天道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有了天道他们就可以生孩子了。原始大陆又是什么？陈凡眉头微微皱起，这个就得归宿很久很久以前了。中年男人有些恍惚道，很久很久以前，这片天地只有一座大陆，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种族。后来黑暗入侵，原始大陆碎裂，天地间一片又一片的大陆承载了曾经的种族，而原始大陆也碎裂成数百个散落在黑暗中。原始大陆的碎片价值极高，倘若出现在战争泥潭里，能引起无数势力展开疯狂对轰。鬼族所在的原始大陆便是数百个碎片之一。如果可能的话，樊玉若是占领并吸收了鬼族所在的那个原始大陆，对樊玉日后的发展助力是极大的。陈凡眉头紧皱，消化着这些消息，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了解这方天地。但皇族好像并不在意那原始之地，他们更在意永夜大陆。他们懂个屁啊！中年男人有些无奈道，他们连战争泥潭都没资格加入的低级种族，只能在外围打打秋风，哪里知道什么原始大陆？还有一个问题，陈凡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战争泥潭是什么？中年男人像是陷入回忆一般呢喃着，那是一片极其混乱的地方，该怎么形容呢？樊玉的通天柱在那里算是常规的试探武器，天道炮对轰也并不少见。那个天道炮可不是10级天道炮，是20级乃至30级的天道炮，每天都有种族和大陆加入，当然每天也有种族和大陆被彻底打碎屠
路干净，一旦进去了，就如泥潭一般，深深陷入其中，很难全身而退。想要加入那里的必要条件，假如是大陆的话，必须是2级大陆，且在大陆边缘都打造出一道防线，防线必须是清一色的20级防线，才勉强有加入资格，否则刚进去就被波及成碎片了，甚至都没人主动攻击你，你自己就碎了。大陆可以移动，陈凡敏锐捕捉到了话里的隐藏信息。当然，中年男人笑了起来。升至2级大陆后，会解锁一种名为玄天推进器的建筑蓝图。此时，这座大陆上的人或建筑杀死鬼物时，便有概率掉落这个蓝图。在大陆边缘安置大量玄天推进器，大陆便可移动。知道了，陈凡点了点头。此时他突然意识到，那先生比他想的要更重要，一个可以及时对话的天道，这是其他种族和大陆都没有的。雷雨海域是什么？这个我真不知道。中年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以前没见过，也没听过。最后一个问题，陈凡再次开口：我想将皇族所有鬼巢全都聚集在一条直线上，然后用天道炮一次清空。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没？中年男人沉默，久久没有讲话，良久后才开口道：这个没可能的，别想了，那鬼物又不是傻子，乖乖站在一排等你轰。两人就这样肩并肩地走在江北防线上，而另一边被黑暗笼罩的原始之地，一座大殿内，数十个皇族大将正面无表情地坐在宫殿内。我们现在需要团结，新王尚未选出，老鬼继续身为主持人主持的会议，眼帘低垂，尽可能不让他人发现他眼里的神采。皇族的黑渊意外失窃，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被其他种族发现，趁机偷窃。以往黑渊都有重兵把守，先王失去，很多布置撤回了，我们必须立刻拿下永业大陆，然后寻找一座新的黑渊。没有黑渊，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新的兵力来源。按照大家意见，接下来7天内，所有将军集结手下兵力，从黄泉口、江北、关东平原3个防线齐齐发起总攻。第一个踏上防线的将军即为皇族新王。诸位意下如何？话音落下，大殿内一众鬼王彼此对视了一眼，都看见了彼此眼里的想法。这个好，这样他们都有机会成为王，否则按照谁黑暗亲和度高，谁就是王，难免感觉有些不公平。那就这样，7日后发起总攻。黑暗中，一只鬼物率先发声响应，紧接着越来越多鬼物出声响应。大殿内，在一众鬼物退去后，老鬼才急忙上前，左顾右盼了一圈后，拽住亏一的衣袖，眼底深处闪烁着多年以来压抑的兴奋。亏一，我是你爹。正准备走出大殿的亏一，面色瞬间阴沉下来，望向这个拽住他的老鬼，沙哑道：钱老，我敬重你身为先王心腹，尊你一声钱老，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的意思是我想坐上这王位，需先认你做父？老鬼也没在意，只是深吸了一口气，讲述出了一个远古秘闻。大殿内，老鬼的声音缓缓响起，讲述着一桩皇族秘闻。许久后，亏一听明白了，满脸茫然地站在原地。饶他如今已是鬼皇，但在得知自己突然多了一个爹后，还是有些难以接受。他就说，怎么感觉测试过程中，先王心腹好像对他有些优待？这个事你知道就行了，暂时不用改口。老鬼深吸了一口气，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皇族黑渊失窃，我会辅佐你，第一个登上樊玉防线。届时其他鬼也无话可说。好，亏一眼神闪烁的点了点头。江北，樊玉、陈凡和那位依旧肩并肩的走在江北防线上。陈凡，中年男人语气平静的轻声道：我对樊玉情况不太了解，但你刚才的提议，我想出了一法，你可以根据樊玉情况来看看这个办法有没有落地性。如果能撤除皇族和鬼族，会迎来数年的和平发育期，未来路途的危险还有很多。樊玉如今还是不够强，皇族并不是原始之地内黑暗诞生的鬼物，原始之地的黑暗对于他们来讲太浓郁了，他们会不舒服，所以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发起总攻。我会和永业大陆的天道商量，让他自毁。大陆塌陷，仅余少量陆地，容纳大批鬼物，我会燃尽自己，与天同寿，归于天地，镇压永业大陆附近的所有海域，让鬼物在短时间内无法入海。这样一来，鬼巢就只能待在少量陆地，樊玉可凭借天道炮一扫而空，解决此次危机。不过，这个计划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先提条件，那就是一座大陆有2个天道，一个自毁崩塌大陆，一个自毁封印海域，如此才可成。巧的是，永业大陆刚好有2个天道，倘若这个计划成功后，君临天下需消耗的鬼火数量也会少很多，且在天道赐福降下金雨后，永业大陆崩塌的地方也会恢复。这个你在新大陆应该也见过了，我不希望你死。陈凡轻摇了下头，只要再守住接下来几波鬼巢的冲击，总有一日我们会反攻的。中年男人眉头轻飘笑了起来，别急，我还没说完。我的3滴天道精血已全部燃尽，此时只是勉强活着，还能活3月。但倘若计划顺利进行，永业大陆会诞生出新的天道，到时凝聚过程中会把我的残魂也吸入进去，成为永业大陆新的天道。陈凡沉默许久后才出声道：要满足什么条件大陆才会凝聚新的天道？樊玉统一了新大陆，却未凝聚出新的天道。中年男人站在城墙上，望向远处在无名城里打闹的2头鳄鱼。大陆想要凝聚天道，需要足够的繁荣度，比如当永业大陆的天道自毁后，樊玉重新收服永业大陆，大量人口重新散落在永业大陆上，让永业大陆渐渐热闹起来。只要当繁荣度达到一定量级，便可重凝天道。你也不用想着让新大陆繁荣起来，在新大陆凝聚新的天道。中年男人缓缓道：凝聚不出来的，如今在新大陆上的人都不是新大陆土生土长的人，是不计入繁荣度的。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静静走在城墙上。他听明白了，大陆凝聚天道需要繁荣度，且必须是这座大陆土生土长的人。看起来像是不鼓励大陆之间彼此攻占。既然如此，这个计划依你。好。中年男人长吐了一口气，笑着道，似托孤一般继续嘱咐着。
此事不宜迟，谁也不清楚鬼巢什么时候发起总攻。我先去联系永业大陆的元天道。随后，他望向远处西洋城内打斗的那2头鳄鱼，他骗了陈凡，在重新收服永业大陆后，当繁荣度达到一定程度后，确实可以开始凝聚天道，但他的残魂在自毁后，只能在天地间残留3月。3月，梵域不可能在3月内在永业大陆上打造出能凝聚天道的繁荣度，那对基建速度的要求是极高的。此次一去，便是永别。接下来几日，梵域极其忙碌，大批拥有劳作力的人被整合在一起，开始紧急培训。梵域很擅长大规模基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便是建筑模块化。虽然那先生没有明讲，但通过对方那托孤式的语气，他就大概猜到对方残魂在自毁后，能在天地间残留的时间有限。倘若他不能在这段时间内让永业大陆恢复一定的繁荣度，那先生就回不来了。但那先生对梵域还是不够了解，也该让那先生见识梵域的基建速度。永业大陆极其安静，并无太多动静，直至这一天天刚亮不久，大批鬼巢开始降临在永业大陆上。这是储存在原始之地内的剩余兵力，在没有后续兵力补充下，皇族不打算什么持久战，而是准备总攻，一次性彻底拿下永业大陆。大批鬼巢聚集在永业大陆上，总攻袭来。可就在这时，站在前方的亏一突然身子打了一个趔趄，这才发现地面开始震动，而且震感越来越强，开始地动山摇，地震了。他下意识地开口。而在江北梵域，在鬼巢大规模聚集后，梵域便收到了消息，总攻开启了。我喜欢给一些计划命名，这个计划是你提出来的，你命名吧。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望向面前的那先生。也行。中年男人沉思了一会儿后笑着道：“那就叫永业重启计划吧。”而此时，除了西荒岛之外，整个永业大陆已经开始地动山摇，临海域的大陆已经开始缓缓塌陷，没入海水中，掀起大片海浪。整座大陆已经宛如放入开水中的一块黄油般，开始快速融化。我先走了。中年男人看了眼陈凡，又隔空看了眼身后西洋城的那2条鳄鱼，嘴里挂着一丝笑容。真好啊，梵域真的很有潜力。我走后，帮我照顾好那2条鳄鱼，他俩有名字的，公的那条叫大鳄，母的那条叫小鳄。谁取的？我取的。我大概知道他俩为什么那么快接受自己孩子叫微微了。是的，因为我也是个取名废，我给自己都没取好名字呢。中年男人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才向前踏一步，整个人悬浮在江北防线上空，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没有再说一句话，身子如烛影般开始碎裂，缓缓消散在天地间，而散落出的白光没入大海中。江北防线外的海洋开始快速翻涌，如沸腾起来一般。海里原本的鬼物此时在痛苦挣扎后化作尸体漂浮在海面上，且海面开始浮现出一层淡蓝色的光芒。陈凡默默地望向这一切，随后才转身朝身旁传送阵走去。这里不是他的战场，他的战场在黄泉口区域。什么情况？永业大陆从边缘开始快速崩塌，而原本临海准备偷渡的亏一，此时望向不远处那些伴随着大陆塌陷落入海中的鬼物。只见那些鬼物刚入海，又很快被弹到大陆上，像是海里装着无数根弹簧般。这是天道自毁，大陆崩塌。老鬼快速解释道：“有的大陆在被灭亡前，天道会自毁大陆。那海里那些蓝光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老鬼快速摇头。如果王的问天灵在，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情况不太对。亏一面色难看地望向四周，先回鬼族所在的那片大陆。下一刻，传送阵快速布置在脚下，但却无法激活，空间被封印了，无法传送。我们回不去了。亏一面色更难看了，不知为何，他心里隐隐泛起一阵强烈的不安感。黄泉口区域防线两侧的连绵山脉开始缓缓塌陷，每塌陷一段落，就有防线填补其缺口，最终从原本27公里的缺口扩大至81公里的缺口。无数梵域成员站在这道防线上，这道81公里的防线是由原先3道10级防线所组成的一道防线，望向永业大陆腹地。陈凡和其他人一样，站在防线上远眺天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天道自毁。天空开始变暗，他能清楚听到天地间传来大量类似玻璃碎裂的声音，一层褐黄色的浓雾覆盖着整个大陆上空，一场猩红大雨洒在永业大陆。永业大陆的天道下了很多场雨，这是第一场为自己下的雨。在悲鸣，一座座山峰倒塌，一座座湖泊翻涌，大陆开始崩塌，无数裂缝浮现在地面上，成块的沉入海底。而大批鬼巢也被迫被一直赶在那些仅存的陆地板块上，直至黄昏来到。在过去了近乎一整天，永业大陆彻底崩塌完毕。如今仅存的永业大陆就像是一条德芙巧克力一般极其规整，在这块细长的大陆板块上堆积着无数鬼物。而在梵域黄泉口防线上，午门满级天道炮正安安静静地矗立在城墙上，站成一条直线了呢。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轻声呢喃着：2个天道的自毁，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计划。大批鬼巢聚集在这条狭长的大陆板块上。陈凡。就在这时，只见一头样貌有些衰老的老鬼正满眼恐惧地坐在一个鬼皇的肩膀上，在鬼巢内快速狂奔，直至来到防线下，从鬼皇肩膀上跳下来，双膝跪地高吼道：“别开火，给个机会，放我们离开，我们此生绝不踏入永业大陆，这些鬼物全部留给你们，我只要我和我儿子撤离作为条件。我告诉你晋升2级大陆的条件，你肯定不知道这个，你难道不想晋升至2级大陆吗？只有晋升至2级大陆才能真正算是一方霸主。”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所有鬼物都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他们就像是待在斩首台上，那柄屠刀随时会落下。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这一幕没有讲话，只是城墙上的铜管在快速流淌着大量冷白液体。天道炮已开始蓄能，越来越多的鬼皇从鬼巢中踏出来求饶，一个比一个靠前，越来越近，直至一头鬼尊距离防线只有300米的时候，双眼凶光顿时绽放，身子爆发出巨大速度，眨眼便来到防线前，举起手中锤子重重抡下，仅此一锤，
锤，这道10级防线上，无数砖石粉碎，大量缝隙布在防线上，砸出一个近乎30米厚的深坑。再来几锤，这道10级防线便会轰然塌陷。身后一众原本跪地求饶的鬼王，此时也顿时眼冒凶光，狞笑着快速冲向防线。皇族征战多年，哪怕遇如此危机，也找到了一线生机。天道炮需要蓄能时间，只要在天道炮蓄能完毕之前冲垮防线，便可破此局。在这等危机前，皇族第一次真正彻底团结起来，无数鬼皇开始奋不顾身地冲向防线，身后一众鬼潮也开始狂奔，目标直指樊玉黄泉口防线。然而近乎下一刻，刚才被破坏的防线那处便开始快速修复，数息后已完好如初。陈凡站在城墙上，面色漠然地望向城墙外那如洪流般朝防线狂奔而来的鬼潮，数量之多近乎令人窒息。皇族确实找到了最后的机会，只是天道炮已充能完毕。他停顿了片刻后才轻声道：破。下一刻，天突然暗了下来，坐落在防线上的5座满级天道炮瞬间启动，5根极其粗壮的炽热光柱几乎瞬间便将城外所有鬼潮全都笼罩进去。炽热光柱彻底覆盖了剩余大陆板块，沿途被炽热光柱笼罩进去的所有鬼物在剧痛中开始痛苦挣扎。鬼皇实力以下的鬼物瞬间蒸发，这就是天道炮，万物刍狗，天地同寿。假若神有名字，那神的名字或许便是天道炮。这座晋升至2级大陆后才有权限获得的建筑，此时完全展现出了他的恐怖统治力。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抹除那些本就不该存在于永夜大陆的存在。数息后，炽热光柱缓缓消失，足足再次过了数十息，众人的眼睛才重新适应如今的亮度。狭长的陆地上没有一丝鬼物残留痕迹，近乎不见一丝血肉，被净化得干干净净，只有铺满整座大陆的大量鬼石和掉落异宝。战争结束了。下一刻，近千架非洲陡然升起在樊玉防线上空，形成一字大阵，向永夜大陆腹地深处飞去，收集者战利品。而在非洲群中，数百艘商格非洲将一座座满级鬼火被快速安置在地面上，为君临天下做准备。而此时，阵阵声音中夹着哭泣声的欢呼声才在樊玉防线上爆发出来。赢了，赢了，我们赢了，可以回家了。樊玉赢了，永夜大陆赢了。渐渐的，欢呼声响彻整个永夜大陆乃至新大陆。没有人想到战争结束的这么快，也没有知道为了这场战争，永夜大陆付出了什么代价。陈凡站在防线上望向东方，他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这里，直到夜幕降临，永夜再次席卷整个永夜大陆。他看见了一座座鬼火被点亮，在不断朝永夜大陆幅度推进。那一座座散发着黄色光芒的鬼火，宛如万家灯火般镇压在永夜大陆上，告诉死去的人们可以回家了。不知过去多久，在天还没亮时，最后一座10级鬼火被远在大陆另一边的商格阁主王麻子亲手点亮。下一刻，共计3877座满级鬼火像是受到了感召般，齐齐爆发出刺眼金黄光柱，没入天空。近4000座鬼火笼罩了永夜大陆，整个大陆瞬间亮如白昼。紧接着，只见这些冲天金黄光柱渐渐汇聚在一起，直冲九霄之上。光柱所过之处，黑暗被快速驱散，光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至人们隐隐听到一声砰的声音，宛如玻璃纸被戳碎。覆盖永夜大陆不知多少年的黑暗被瞬间击碎，漫天繁星第一次出现在了永夜大陆上空。整个永夜大陆上所有还幸存的人，此时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怔怔站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这一幕，直至那一直冲到九霄之上的金黄光柱突然碎裂。紧接着，一场金色大雨从高空落下，覆盖了整个永夜大陆。湖泊重新荡满清澈的湖水，荒原开始泛起青草，而永夜大陆也在快速恢复。原本塌陷入海底的大陆板块，此时像是被按下倒退键一般，快速复原。一座座露天鬼矿再也在快速成型，整座大陆开始快速复苏。陈凡平静地望向面前灵魂深处弹出来的面板，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片大陆将会不断汲取永夜能量，形成鬼矿，土壤肥沃。在3年内，这片大陆将不会被鬼物侵袭。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笑了起来。这场战争结束了，无论是鬼族也好，皇族也罢，结束了。3年内，没有任何鬼物能干扰永夜大陆。下一刻，数百架满配非洲装满鬼石向大陆边缘疾驰而去。这批非洲的任务是前往原始之地探测剩余鬼物数量，并清除还在原始之地内的所有鬼物。紧接着，樊玉并没有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中，大批樊玉成员乘坐着骷髅马和非洲快速驶出防线，并开始大量铺设铜管。陈凡没忘记，如今的永夜大陆虽然已经重启并收复，但却处于没有天道状态。他必须以足够快的时间，让永夜大陆拥有足够的繁荣度，才能重新凝聚天道，以及将内卫重新拉回来。战争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樊玉吧。永夜新历01年2月初，距离永夜大陆重启已经过去了1个月整。樊玉发布了新的永夜年历，如今的永夜大陆早已将版图完全恢复，大批人重新散落在永夜大陆各地，开始忙活着。今时今刻，这座大陆已经被樊玉近乎完成大一统，已完全满足晋升2级大陆的所有条件，只需天道凝聚出来，将此件事汇报上去，永夜大陆便可正式完成晋升。玄武平原，数百人正在平原上快速兴起一座大城。玄武平原又回来了。曾经和陈凡有过一段交易的唐家主，此时停下手里的忙碌，抹去额头汗水，抬头望向眼前这座拔地而起的玄武城，又望向城池内的一处玄武城遗址，有些感慨。玄武城遗址早已被抹除，连渣渣都不剩。他们在城内复刻出了一个玄武城遗址，用于纪念昔日玄武城城主独自一人死守玄武城。人们需要历史，历史或许不会让人们吸取教训，但历史可以让人们知道先辈的付出。
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唐月没有讲话，只是站在父亲身旁，安静地递上一杯茶水。以前他很贪玩，喜欢四处游玩，但自从经历了永夜大陆鬼潮入侵，所有人背井离乡前往西荒岛，无数人为守护永夜大陆而身亡，他就变得不那么贪玩了，也没往日那么欢快了，像是成长了一般。也不知这种成长是好事还是坏事。原永夜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一片空地上，矗立着2座数十米高的铜制雕像，一个是光膀老者浑身被烈焰烧至通红的怒吼，一个是一个青年正面色漠然的不断挥剑。此地乃永夜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所有守城人之墓，也是求一死和天意之墓。而在这座巨型铜制雕塑完工的一瞬间，在所有人看不见地方，雕塑上空缓缓浮现出一行小字：缅怀先辈，传承历史，繁荣度加1000。很快，这行文字快速消散在天地间，不见踪影。而在一旁，一座城池正在快速拔地而起，无数百姓正在其中忙碌，一座座巨鬼正在不断搬用累积着巨砖搭建城池。这一幕发生在永夜大陆无数个角落。江北平原，陈凡站在无名山后方的一根通天柱上，俯瞰着江北。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1个月了，他能清晰感受到繁荣度在不断的增加。而在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他看见了一个新的板块：永夜大陆繁荣度180.76万，凝聚天道所需繁荣度300万。如今的江北和往日已经大不同，毋庸置疑，这里将会成为日后永夜大陆绝对的繁华地带。另外一边，原始之地，一边无际的黑暗中，数百辆非洲正在清扫着待在原始之地内的剩余鬼物。在下方贫瘠的土地上，一个约莫半米高、明显未成年的鬼物，满眼恐惧的慌不择路奔跑着，嘴里还大声喊着：“我叫奈千玺，我叫奈千玺，我父亲叫内天，他是鬼族高层，别杀我，别杀我！”身后一架非洲正在快速袭来，然而一个身穿繁育制服的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望向眼前这一幕，眼里没有丝毫仁慈，冷嗤道：“别叫了，你爹叫啥都没用。”下一刻，轰！搭载在非洲上的是神炮轰出的猩红炮弹，毫不留情地为其送了最后一程。然而，这只瘦小鬼物上却陡然浮现出一道白色光膜，挡下了这一击。紧接着，浮现出一只鬼物虚影。通过鬼物虚影留下的信息得知，这个叫那天的鬼物曾和天道做过交易，天道便将下一道光幕在他儿子身上，光幕会清除他的记忆且昏迷3日，他醒来只会记得自己名字那千玺。随后，鬼物虚影留下最后一道信息，沿着标记一直走，那里是栖息之地的一处裂隙，通过这个裂隙可前往一处茫然大海。那处茫然大海原本有一座黑渊，总攻前失窃，将他扔进裂隙里吧。此后生死有命。在他衣服口袋里有一枚玉简，玉简里记载着战时所有向鬼族透露过情报的人类，或许对你们有用。这个协议是我和那位签订的君子协议，不是和樊玉所签订的，但看在樊玉因此协议而崛起的份上，希望能放柚子一条生路。紧接着，这只满脸都是恐惧的瘦小鬼物昏迷在地面上，地面上渐渐浮现出一道猩红线条，一路没入黑暗，指引着出路。站在甲板上身穿樊玉制服的中年男人眉头紧皱，不敢耽搁，当即拿起传音符联系上级。很快，传音符里传来上司的答案：狱主有令，根据指引前往原始之地的裂隙，并做好标记，将这只鬼物带回樊玉，不得有误。樊玉，无名山。陈凡正看着面板上不断增加的繁荣度，就在这时，异兽繁荣度加50。陈凡突然在无名山深处看到了一个提示框，有新异兽诞生了，而且诞生一头异兽能长50繁荣度，倒是不少。无名山深处，陈凡来到这里，无名山深处专门划出了一片区域，安置在大撤离中逃窜而来的异兽，数量不少。整座永夜大陆能跑到西荒岛的异兽都来了，全都收入樊玉兽阁，归魏魏管理。魏魏是兽阁阁主，但不得不说，有些异兽实力确实不弱，魏魏打不过，但魏魏爹妈的实力更加不是盖的，有这2护法傍身，这些异兽都被收服得明明白白的。陈凡站在距离一座异兽培养不远处的树梢下，看见了满脸兴奋和期待趴在门外地面等待着的魏魏，旁边还摆放着一个专门为妹妹准备的粉色玩具。是的，魏魏的父母又生了，诞下一头小鳄鱼，是个妹妹，挺好。陈凡倒是乐得如此，轻笑着没多干扰，而是轻悄悄的来，又轻悄悄离开。永夜大陆得以重启，樊玉开始轰轰烈烈的大基建工程。陈凡和无数人一起起早贪黑的忙碌着，打造属于他们的家园。就这样，大基建足足持续了2个多月。这天，太阳高照，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所有人下意识待在原地，抬头望去，下一刻便看见无数宛如实质的天地灵气在整个永夜大陆上空开始凝聚并旋转，速度越来越快，灵气越来越多，直至一道宛如重鼓的声音响起，所有天地灵气在空中形成了4个大字：永夜大陆。无论位于永夜大陆任何角落、任何位置的人，抬头望去都能看见这遮天蔽地的4个大字。站在无名山后山通天柱上的陈凡俯瞰着整个江北，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有一个金色面板正在不断闪烁。永夜大陆繁荣度已突破300万，永夜大陆天道凝聚中。下一刻，覆盖在永夜大陆上空的4个大字缓缓消散，整片天地又恢复到了之前，看似没有任何变化，但他却隐隐有一种自己被这方天地所接纳的感觉。现在好多了，内先生。陈凡站在通天柱上，下意识轻声道，他的声音很低，但他相信，如果内先生重新回来了，肯定听得见。第1声没有回应，内先生，他又呼唤了1声，依旧没有回应，直至他准备第3次开口，少量天地灵气在面前快速凝聚，形成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如往常一样。但不同的是，这次内先生眼里满是淡漠，没有丝毫感情，声音极致冰冷的一字一句道：吾乃永夜大陆天道，你可是此地势力樊玉之主，只有形貌相似，但无论是言语间还是瞳孔中流露出的情感，都和往日完全不一样。
陈凡轻叹了口气，转身就朝通天柱边缘走去，准备乘坐吊篮抵达通天柱下方，低头嘟囔着：“看来那先生没回来，这就给大鳄小鳄炖了吧？也不知吞天鳄味道怎么样，想必应该不错。”话音刚落，身后原本面色紧绷的那位，面色瞬间垮了下来：“是我跟你开个玩笑嘛。话说你怎么看出来的？”陈凡转身白了眼那先生：“不你说的吗？天道根本不会联系大陆势力，正常天道哪有像你这样的？”嘿嘿，中年男人笑了笑，望向陈凡的眼底深处浮现出一丝感激，低头掐指算了算，又轻触额头，视角快速拉高，直至将整个永业大陆都收入眼底。随后有些恍惚道：“真没想到，我可以再回到江北，不到3个月，樊玉便让永业大陆的繁荣度得以凝聚出天道，简直匪夷所思。先别感慨了，干活吧，干啥活？”陈凡再次长叹了一口气，拍了拍那先生的肩膀：“你老人家是不是太久不当天道了，自己本职工作都忘了？永业大陆已满足所有晋升2级大陆的条件，只待你老人家向上汇报了。”对，中年男人一拍脑袋：“你等着，这就去办。”说罢，便瞬间重新消散在归于天地间。陈凡独自一人站在通天柱顶端，望向头顶的晴空万里，轻笑着：“这种可以沟通的天道也挺好，办起来事来都方便，还能催一催。”就在这时，万里无云的高空之上，突然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响雷声，永业大陆所有山脉都在同一时刻发出低沉般的龙吟声，河流泛起无风波纹，森林中的叶子开始轻轻颤抖。紧接着，苍穹万里，数亿万道极细且成淡金的丝线从高空垂了下来。下一刻，数亿万道极细的丝线缓缓组成了一个个立体文字：“永业大陆准予升格。”随后，这行文字快速消散，并化为光雨洒落，融入山河大地。当这几个大字落下的那一刻，宛如一锤定音般，永业大陆微颤，一炷香后，一场温润的光雨洒遍永业大陆。这场大雨不提升任何寿命，但洒在身上却没有丝毫冰冷感觉，极其温暖。陈凡独自一人站在通天柱顶端，俯瞰着江北，停顿许久后，突然笑了起来。他灵魂深处的永业大陆也缓缓浮现出一则面板：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已过数年，今日也算有了一点成果。就在这时，他隐隐感觉自己地面上的通天柱也有了变化。只见通天柱表面浮现出地图全貌，灰色区域为超出射程区域，绿色区域为射程内区域。只要小手一点，通天柱就会轰向哪个区域，这便是2级大陆授予通天柱的使用权限。而在领主面板上，通天柱满级10级的等级限制也被解除。很快，陈凡大手一挥，在消耗了300万枚鬼石后，身下这根通天柱被他升至20级，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通天柱升至2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20级满级效果大洋彼岸。当通天柱的坠点并非永业大陆时，伤害提升2倍。樊玉第一根20级通天柱，随后他又将防线城墙一口气升至了15级，城墙升至16，需5万枚鬼石加一捧其他大陆的泥土。陈凡长吐了一口气，看来一些建筑的升级只能暂时搁置。不过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在这3年永业大陆的保护期内，尽可能的发展大陆，并且商格可以再次踏上探索的征途，争取找到一座和他们一样的大陆，也是属于人类阵营的，看看其他大陆是怎么发展的。时间缓缓流逝，不知不觉距离大战结束过去了6个月。这一日，商格全体成员开始撤离新大陆，属于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将要回归本职工作，去探索新大陆。而在给商格全体成员举办了送别宴后，陈凡一个人先回到了樊玉那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比如樊玉近期打造了许多私塾，大战结束后清点出来的一张建筑蓝图，现已升至满级。建筑名称：私塾，建筑品级蓝色，建筑等级20级，建筑效果：在私塾内，思维会更加敏捷，记忆力更佳。10级满级效果：升堂入室，在升至20级后可融合运灵阁。20级满级效果：桃李门墙。若为凡人，在第一次激活修行者身份时，可根据学前教育出现3个符合自己天赋的修行者类型，并自由选择。天道赐福效果：天选之人，每年大考魁首可获得特殊奖励，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私塾触发的一个1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桃李满天下。完成大一统后，建造1万个私塾。就在这时，王奎从身后走来汇报道：狱主，按照你的规划，如今已经打造了9982座私塾，预计明天剩余18座私塾便可顺利搭建完毕。好，陈凡轻点了下头，眼中浮现出一道笑意。一直以来，他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太公平，所有人在16岁那年都可通过1枚鬼石来觉醒成修行者，能觉醒成什么修行者都是完全随机的。若是觉醒到建筑师，那就是人上人；若是什么特殊修行者都没觉醒到，那就是完全普通人。现在有了私塾，就可以在3个修行者类型中做选择了。如今，大批14、15岁的孩童以及成年人在私塾内接受学习，前者是未来，后者是中间。私塾对他来讲极其重要。随后，陈凡站在通天柱边缘，安安静静地望向下方凡城。距离大战结束已过去了6个月，在接下来的2年半里，永业大陆不被鬼物侵蚀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需要在这2年半里做好足够的准备。毕竟雷雨海域里还待着大批鬼物，谁也不知道雷雨海域什么时候会突然消散。雷雨海域里的那批鬼物可比皇族要更厉害，7到10级防线也依旧挡不住。而之前从那先生口中得知，1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共有5个。在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后，他完成了2个大一统，明星所向这2个隐藏天道赐福。而大一统的奖励是一个紫色品级异宝，异宝名称凡玉玉玺，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1镇阴龙吟九霄镇士气荡监图2剑真唯一印章人人可见3城市
对喜力盟，若有悲逆，则掌中浮现是痕，昼夜灼痛。4. 凝时，危机时刻扣喜，3丈之内光阴流速骤降，维持喜者行动如常。5. 护身，遇喜护身，凡遇不亡，持喜者不死。6. 再得。凡遇每传承1年，喜侧生1道微痕，每满81文，多一妙用。陈凡站在通天柱上，低头望向手里的这枚凡玉玉玺。所谓正音，便是他身怀玉玺所说的话。在凡玉成员，在永业大陆子民耳里，听起来如龙吟般震九霄，很适合演讲。他哪怕说个鸡蛋可以蛋炒饭，凡玉成员也会听得感觉热血沸腾。鉴真就是下达的命令，但凡盖章，那所有凡玉成员通过身份令牌便可判断印章真假，确保他下达一些重要命令。程氏是管理下属的，任何凡玉成员，但凡对玉玺起誓，一旦违诺，掌心便会浮现出1道是痕，日日夜夜承受其灼烧痛苦。第4个和第5个都是保命的，效果比他的翡翠手杖要强出数倍。第6则是传承，凡玉每发展1年，都会多出1道微痕，每满81年，都可多出一个特殊效果。呼，陈凡深吸一口气，一级大陆的天道隐藏赐福是一种奖励，对这座大陆发展到一定地步后给予的奖励。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守护好这份平静。就在这时，身旁王奎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微微发烫。狱主，下面的人找到天谴木了。陈凡眼睛微微一亮，笑了起来。走去看看。天谴木乃在巨攻防升至10级的必备材料。一座仓库前，陈凡望向手里的天谴木。如今一些普通天才地宝和异宝都是下面的鉴定师在鉴定，虽然速度会慢很多，但数量太多，他一个人肯定是鉴定不过来。这根天谴木便是下面的鉴定师鉴定出来的。狱主，一个头发发白的胡须极长的老者站在仓库前，颤颤巍巍地解释道：“这根天谴木是源于狱主你数月前的命令。数月前，你下令新大陆那边启动青龙炮轰击雷雨海域里的鬼物，想要尝试是否能轰死。现已得出答案，无法轰死。但一片船板碎片被无意卷入雷雨海域，被天雷所劈后，便形成了这个天谴木。”陈凡低头望向手里的天谴木面板，思索着没有讲话。异宝名称：天谴木，异宝品级：蓝色，异宝效果：被万年天雷所劈且并未碎裂的木头。行，陈凡点了点头，离开仓库。另外一边，95望向远处海面上再次朝他狂奔而来的虚幻玄武，轻叹了一口气，踏在空中朝海岛外飞去，准备将这头虚幻玄武再次引至大海深处。半年前，当他在海面上再次看见这个老伙计时，他有些懵，他已经忘记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了。他不是都死而复活了吗？这玄武为什么还能他妈跟来？算了，和以前一样，每天一遭晨跑，雷打不动，就当锻炼身体了。广袤海洋上，站在非洲甲板上的王麻子面色凝重地望向大海深处，谁也不知道大海深处会有什么，但这正是他们商阁存在的意义。探索这方天地，探索这个世界。永业大陆江北，陈凡望向面前这座已被他升至10级的载具工房，多了一个可打造载具。载具工房升至10级，新增可打造载具绝地傀儡，可在地底进行挖掘工作，打造所需1000枚鬼石。陈凡很快消耗了1000枚鬼石，打造出了一个绝地傀儡。一声下令，这个绝地傀儡便开始工作，抡起铲铲就朝地底铲去，很快便挖出一个小土坑，将自己埋了起来。这个不错啊！陈凡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挖掘速度没有微微快，但胜在可批量打造，这意味着可以大兴基建，地底隧道什么的无需魏魏亲自出马了，直接打造一批绝地傀儡就可以了。不错，陈凡笑了起来。载具工房升至11级，除了1万枚鬼石以外，还需要消耗1枚天谴木，暂时升级不了。看雷雨海域那边什么时候能再次诞生一个天谴木吧。另外还获得了10级满级效果。载具工房10级满级效果：车水马龙，解锁适配黄色品级建筑蓝图马路，在马路上行驶的载具可获得双倍速度加持，且对鬼物拥有一定威慑感。没有图纸，永业领主面板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可打造建筑马路，打造1米只需1枚鬼石，可统管一个价格。可惜陈凡有些微微遗憾，这个效果无法加持在高铁上，高铁不算载具，本质上只是一个吊篮而已。不过这个马路造价也极其便宜，倒是可以在永业大陆上铺开来，这样可以增强各个区域的交流和流通。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再次朝无名山走去。有很多建筑要升级的，他很忙的，比如信号塔。凡域至今的所有信号塔均是1级，一是因为升级条件过于苛刻，从1级升至2级需要消耗海苔、山苔、森苔这3种任意一个，以及2000枚鬼石。现在材料都足够了，他一口气将信号塔一次性升至20级。信号塔升至20级，本次升级无可选方向，对传音符的增幅通讯范围达到100万公里。20级满级效果：音号不绝，可设定最多3个关键词，在通讯范围内，所有使用传音符提到该关键词的传音都可被截获。毕业，彻底毕业。100万公里，挤一挤，够塞下近100个永业大陆了。这么广的一片通讯范围，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完全足够用了。不过这个新获得的20级满级效果很有意思。思索了一会儿后，开始输入1级大陆、2级大陆、永业大陆。100万公里的通讯范围，肯定会有其他大陆和种族。这3个关键词可以帮他获得更多的外界消息。很快，在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上，以及信号塔表面的一片铜质镜面上，开始快速划过一道道消息。这些消息都是通讯范围内用传音符提及到关键词的传音。陈凡快速查阅着，没有关于永业大陆的消息。看起来外界应该并不知道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或者说压根不关注。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将永业大陆这个关键词替换成黑渊，随后才掏出传音符联系少秋，让暗格派个人过来，每日工作
作就是负责查看这些所截获的情报，然后上报，经少秋汇总后呈给他。黑渊仅会出现在海域上神秘存在，乃浓郁黑气所凝聚之处。鬼族在此刻大肆召唤鬼物，而人族在此也可如此，可快速获得众多鬼石，乃兵家必争之地，相当于一个超级顶配版的鬼矿。如果可以的话，他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和其他大陆产生碰撞，毕竟他觉得可能有点打不过永夜大陆，还是太弱了。但若是有可能的话，说不定可以捡个漏之类的。距离大战已经过去半年了，江北防线，陈凡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一些2级大陆方可解锁的建筑蓝图，他还有很多没获得，比如玄天推进器，仅解锁了权限，需要死在永夜大陆的鬼物或永夜大陆的人所杀死的鬼物，有概率掉落。近些日子，永夜大陆上没有一具鬼物，自然无法获得。附近海域里也不再凝聚鬼物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不少。内先生，他偏头望向站在一旁的内先生。原始大陆碎片融合的如何了？他没忘记要融合原始大陆碎片，也就是原先鬼族的栖息之地，融合原始之地，完全是天道的工作。樊玉已经在那座原始大陆碎片里插满了鬼火，彻底占领。这意味着樊玉已经彻底占领这片大陆，天道方可开始融合。将鬼火插满原始大陆碎片的时候，没有天降金雨，也没有3年保护，什么都没有，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快了，快了！那先生咂舌道，预计再有半年差不多就好了。毕竟要融合一座原始大陆的碎片，还是比较费功夫的。具体有什么好处？陈凡再次反问。这个不好讲。那先生摇了摇头，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原始大陆的碎片会被彻底打散，融入永夜大陆，土地面积也不会增加。具体的我不清楚，我可以讲一讲我知道的。原始大陆是天地间在黑暗入侵之前的一座大陆，也是天地间唯一一座大陆。换句话说，这座大陆代表着这方天地的正统性。任何融合了一片原始大陆碎片的大陆，都会具备正统性。这个你暂时用不到，但当你以后能用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3个字有多值钱了。你也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大陆会疯狂对轰，只为抢夺一块原始大陆的碎片。陈凡没再讲话，只是耸了耸肩，拄着翡翠手杖在城墙上漫无目的的走着，吹吹海风。樊玉如今各方面都在发展，唯独最重要的天道炮和防线还迟迟没升级，实在是所需消耗的资源太多了。如今樊玉根本没有大陆对轰的资本。不知不觉30日过去了，距离大战结束已过去7个月，樊玉依旧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而距离新大陆足足有1万多公里的一座荒岛上，123455431海滩上，95正活动着筋骨，准备迎接新1日的晨跑。按照惯例，约莫还有半个时辰左右，老伙计就要追上来啃他了。但就在这时，鬼皇95突然僵在原地，他好像隐隐看见一艘非洲出现在天空尽头。那艘非洲看起来极其模糊，根本看不清，但插在非洲上的那个旗帜看起来却如此清晰。凡单字凡的黑白旗帜，近乎是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一样，强烈的恐惧瞬间充斥了整个眼眶。不是吧？他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樊玉还能找到